大家好，我们是清华大学材料系周卓辉教授的研究团队。我们十分荣幸，本团队所研发之类太阳光智慧节律 OLED 照明能获得本次未来科技奖的肯定。今天将由我向大家介绍这个次世代的健康照明技术。那首先，我们先向大家介绍这个智慧节律照明的研究背景。随着现代照明与 3C 产品的日益发展，人们曝照在人工光源下的时间越来越久。而蕴含其中之短波长高能量的蓝光、紫光所造成的生物伤害也越来越严重。而眼睛伤害方面，蓝光能够穿透水晶体，直达视网膜，导致视网膜的细胞产生氧化反应，进而产生自由基，使感光细胞凋亡，引起黄斑部病变等眼睛疾病。那除了造成眼睛伤害之外，强烈的蓝光在夜晚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引起睡眠障碍，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并且失眠会导致大脑无法正常排除脑中的有毒物质，进而提升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此外，也有许多医学研究指出，富含蓝光的人造夜光被视为致癌的可能因子之一。例如 ，Stevens 研究团队发现，上夜班或坐轮班的妇女因长期曝照在人造夜光之下，增加了罹患乳癌的风险。而 Cook 等人分析以色列境内147个社区的灯光亮度，结果发现，居住在最亮区域的妇女，其罹患乳癌的风险比居住在最暗区域的女性高出了73%。这正是因为夜光曝照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破坏人体昼夜节律所致。那除了做轮班工作的妇女以外，空姐因工作需求需经常往来不同的时区，导致昼夜节律失调，同样也提升了罹患乳癌的几率。那由此可看出，昼夜节律失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不容小觑。那接着我将向各位短暂介绍什么是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呢，是由人体脑中的松果体所分泌，为意帮助人们入睡与抑制肿瘤的保护性荷尔蒙。到了晚上，大脑会开始分泌大量的褪黑激素，使人昏昏欲睡。但由于褪黑激素的分泌对光线十分的敏感，因此当视网膜接触到光线后，大脑便会停止分泌褪黑激素，影响人的昼夜节律。而褪黑激素的分泌一般始于晚上9点，随着时间变晚，分泌量逐渐上升，直到凌晨2、3点时会达到一个高峰。那接着分泌量会逐渐降低，直到早上7点半左右停止分泌。紧接着，我们将探讨光射对昼夜节律的影响。白天的时候呢，高亮度、高色温的光源会促进可体松分泌，可以有效启动生理时钟，让人充满精神，提高白天工作与读书的效率。那到了晚上，亮光反而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打乱生理时钟，短期会造成肥胖、心血管疾病，长期则会增加女性罹患乳癌、男性罹患摄护腺癌的风险。因此，到了晚上，我们应该使用低亮度、低色温的光源，降低照明对褪黑激素分泌的抑制。由此得知，在不同时间，我们应使用不同光色的光源，以符合人体的昼夜节律。那以此为原则，本团队所研发之类太阳光智慧节律 OLED 照明，可以模仿一天的日光，从清晨到黄昏发出依时而变的光色与亮度，可在清晨启动生理时钟，而在夜晚帮助人们入睡，是一个符合人体昼夜节律的健康照明。接下来将借由2个短片带大家快速体验这个照明技术。第一个短片的部分是一幅画作在此照明下的示意影片。那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光色的变化，这幅作品所呈现出的意境也跟着随之改变。那此照明能为静态的艺术品添加动态的变化，赋予艺术品新的生命，那可以说是十分的漂亮。接下来第2个影片中，我们模拟了人们在家中使用此照明技术的情况。那在早晨的白光能让人们充满精神，提升阅读与工作的效率。那接下来随着时间慢慢变晚，接近下午，那光色会逐渐转变成橘黄光，为家中添增温暖气氛，并且也能帮助人们入睡。那从刚才的影片中可以清楚看到，我们照明技术的光色变化十分符合太阳光一天的变化。那从清晨的白光变化成黄昏的橘黄光。那左图为太阳光一天的光色轨迹，
而右图为我们照明技术的光射轨迹，坐落于黑体辐射轨迹的附近，且其轨迹变化与太阳光十分相似。如此一来，人们在家中也能享受与太阳光一样的高品质健康光源。近年来，照明对人生理、心理的影响已成为世界各国重视的健康议题之一。以欧洲为例 ，Lighting Europe 欧洲照明的代言人在2015年到2025年致力于提高照明的价值，从照明的高效率、照明的稳定性，最终目标是让照明能够对人体有益，并计划于2025年将智慧节律照明系统引入欧洲。应用方面，我们列出了以下4点作为举例：一、家用与办公照明能够提升人们白天工作的专注力与效率，并在入夜后能友善于褪黑激素的分泌，可满足人们对生活品质与身体健康的需求。2、国际太空站维持太空人的昼夜节律，并提升睡眠品质。3、长照中心等医疗院所能够改善住民的睡眠品质、安定情绪与提升身体健康。4、高纬度国家使居住在高纬度地区的人民不再必须面对因永昼永夜而引发的昼夜节律失调，减轻忧郁症等精神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以下为本团队的未来规划。未来半年内，我们将进行电路的优化，提升灯具供电稳定性与降低能量消耗的部分。接着于2022年4月将进行初步的量产，预计1年生产120组，定价在8万元到10万元之间，并将主要市场锁定于各大医疗院所。2023年呢，我们将进一步扩大量产，降低生产成本，1年生产1200组，定价在4万元到6万元之间，并将目标市场进一步扩大至一般家庭与办公场所。以上为我今天的报告，感谢各位的聆听，敬请指教，谢谢。